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啊，不准备反而是最好的。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讲一讲岳父岳母来了多少，2周，差不多2周多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整个接待应该说是顺利完成耶！首先要表扬一下王太啊，做得很好。谢谢你，鼓掌鼓掌！我也谢谢你啊，那配合的不错啊。规划的也很好。那么通过今天呢，我们就是很真实的节目啊，你既可以听到我们吃了什么，玩了什么，他们有些什么想法，对大马怎么看的，我们都告诉你。当然，这中间呢还有我们的吐槽，他们讲到的这些东西，我们的感想也全部讲给你听啊。时间可能会有点长，反正以我们的真心啊，说到什么是什么，好吧？OK， 首先问一下王太啊，你父母也走了，只能讲一条，你的感想是什么？我看看你跟我想法是不是一样的。感想啊，感想就是我可能是就真马吹，就全程是带着自豪在安排所有的景点。讲到什么你就说那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他们的医疗制度、政府官员、教育拨款、读书怎么样？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不是这样？对，就会讲很多这样的。每一次说一下表扬马来西亚之后，还要不忘拉踩一下中国。前面你父母听的，然后后面说为什么中国，他们就然后就并讲其他话题了，说你看那个交通灯怎么样？原来这个地方你看有这对个医院啊，他们就马上就对，就转走了。好，哥们，你最大的感想？我很好啊，你现在会接茬了。我的感想2句话。第一呢，短暂的和父母相处一下，真的是挺好的。吃在一起，玩在一起，车上在一起，是高密度的相处，还蛮好的。他们也能过来看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啊。第二呢，日子还是自己过自己的吧。自己的日子过得最好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啊？好，来第一部分啊，我们先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个2周啊，吃了点什么，玩了点什么。王太，你能不能我来想吃的吧？我大概梳理过，玩的你跟大家说说看，我觉得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吧。像吃的好，我首先跟大家讲就讲一条，就我们吃了各种各样的菜，我们带着父母也一梳理，对吧？对。国外的有些什么？越南菜，越南的，日本的，那马来西亚不也是国外的吗？对，我们这是大马以外的吧，好吧？日本的对不对？日本菜就是我们奥利布诺卡嘛。是啊。美国的13点这个。美国的是不是 ？McDonald's 跟 KFC 这也算。KFC 对吧？哇，这个也都有吃到。太神了你。还有啊，像那个台湾的。台湾菜？我没有吃到台湾菜了，我已经忘了。有啊，等一下我忘了，我笔记本不在身边啊，有台湾的。好。然后你看大马这里的是什么？马来的，包括像炸香蕉啊、煎不乐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吃了 nasi lemak，对吧？潮州的什么？就反正就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菜嘛，吃了潮州菜啊，传统的粤菜啊。粤菜最多了，我们大的饭店都去过很多，海外天，还有那个玉寿鲜，玉寿鲜。还有，我记得是叫什么来着的？那个福临门，是富临门Marco Polo， 这个福建的多少会有嘛？客家的也有吃过，盐焗鸡啊这些都吃过嘛？对，那个其实外国还有一个英国菜，对吧？The Smokehouse。是 Smokehouse， 吓我一跳，我都忘了记这个了，哇！很厉害啊，很厉害。Wilson 也做过意大利的这些东西。我还吃过马来西亚当地特色的这个金马伦的蔬菜火锅。对，你看各种啊，印度的就差了，最后一直跟他们最后几天说，最后一天来，Roti Tissue、Roti Canai 要不要？没有。那我们在档口有没有吃那个饼嘛？不就是印度的嘛？就那一对那个就是有身障人士的在金马伦的那一对，有一个 pancake。你看啊，然后形式上晚上去吃火锅。然后档口自己做还有这个，反正有很多种啊。基本都是在外面吃的，就这一次也是趁他们来，也是满足了一下自己的口腹之欲啊。基本上一天有2顿是在外面吃的。就我们最后一天也达成共识说，大马吃的真的好，连你爸也说，对吧？是吗？你妈也说，对，他说哇吃的好，分别这个你妈，我听到他们大家表扬，反正我感觉是很诧异的。有几顿你爸是觉得吃的？我真的实在是想不明白，就是我一度怀疑啊，就是我们现在口味已经相差这么大了，我觉得好吃的，他们都没有什么反应。没事，他们觉得有好吃的就行嘛。OK， 好，最终结果跟大家报告啊，我的岳母王太的妈妈重了1.5 kg，他的爸爸呢重了3个 kg， 对，我呢重了2.5个 kg。我因为从来自损800，你从来不称体重，小王都开始说。
说这2天我要吃素了。对，脸感觉最肿起来了。有没有发现我的脸又圆了？我要吃欧卡开始减肥了啊！不失时机的插播广告。再跟大家汇报一下。你爸爸不是很有趣啊？他跟我们一样啊，还会说排一下，他最后还排了个名，你还记得吧？啊，对。第1名应该是 Smokehouse， The Smokehouse。对 ，Smokehouse， 我们点的牛排，他说哇，这是我近30年来吃过最好吃的牛排。他说上一次吃到这么好吃，还是在加拿大出差的时候。30年前的，后来觉得都不好吃啊，就没有吃。第2名奥利布吧。啊，对，就我们大厨欧卡的餐厅，这个让他印象太深刻了。因为他倒是爱吃寿司的，给他准备了很多新鲜。他不爱吃寿司，他爱吃的是沙西米。哦，沙西米。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些寿司嘛，还有寿司饭啊。然后大厨在那个蒸蛋里面居然还加上黑松露，给他爱吃的是生鱼片啊，生鱼片再说一遍啊，不是寿司。我讲反了，对，生鱼片。然后我们准备了很多嘛，对吧？他很开心。然后他第3爱吃的是哪一个 ？Viet Cafe， 没想到越南菜，给他点了一份那个猪排饭，他吃的很爽，对，他很爽。对，第4爱吃的。第4爱吃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上海朋友请我们吃那 Marco Polo 富临门。对，好，我们再讲几个，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快来说，就是在吃方面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吗？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觉得我爸我妈是每天都想着，我每天都不让他们完成他们的心愿，就是他们早饭要吃上海人说的泡饭，还有什么牛奶加面包。我说这个来了马来西亚不要吃这个了，我们都出去吃吧，体验一下马来西亚这个博大精深的早餐文化，对吧？所以基本上他们好像只有在家吃了1天吧。对的。我印象深刻的呢，实际上是 Wilson， 因为 Wilson 最后一天也想对他们好一点，自己平时都睡懒觉啊，他在放假，早上7点钟我们在听，他过了1分钟他就准起来，对，然后为他们做了一顿每人都不一样的早餐。对，满足了我爸，给我爸安排了牛奶泡面包，给我妈安排了，因为我妈一直很想吃这里的方便面，给她安排了她的方便面，然后从家里面翻出来2块烟熏的 bacon， 然后把它油煎了一下作为上面的 topping。然后还有什么打了一些蛋啊，然后做了一些那个芝士加韩国泡菜的 topping，放在这样一份快熟面上面。对，没有拍照。对，哎呀，印象深刻的吃食啊太多了，因为吃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停的跟他们讲大马的文化，他们怎么做的，如何的不心急，对吧？对。印象很深的在艺妓哦，这个你看人家开了100年，怎么样？哎，海南菜也吃过。哦，对，海南菜，对。好，我们玩了一些什么？第2个部分玩了一些啊，带他去了2个地方嘛，一个是太平太平还包括玩了一下18丁路过了一下怡保，稍微看了一下，还有就是金马的两天，然后留了2晚3天，对吧？路过了一下5级丁仪，吃了一顿，对，吃农家菜，那个生虾真的不错。对啊，我们带他们玩哦，朋友们，你绝对在旅游团生活到的。我们巴萨就去了好多个，我们芙蓉大巴萨。以吃为导向，对吧？他都是为了吃陪衬的。以吃为导向。然后我们巴萨都去那么多，沙登的菜场芙蓉的，然后太子园，我专门带他们逛菜场 ，NSK 不同的超市 ，Full Merchant、Aeon 然后还有 Jaya Grocer， 哇，这个 99， 最后走了一波，还给我妈去99 South，99我也带他们去买东西，对吧？当然我们还往太讲了，去旅行的地方，看过粉红清真寺，对吧？哇，这个 KLCC 也去过，对，我们自己也上去了，聊了心愿。小孩子的这个国际学校，来看到教育是怎么样的，应该说是全方位的领略大马。是。好，这里面有印象深刻的吗？这里面印象深刻呀，我在太平湖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哦，怎么说啊？因为太平湖上看到说，哇，我自己都了解，1880年新建的公园，现在还维持的这么好，然后变成大家休息放松的一个场所，看得到历史。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我不知道他们好像这个逛的也蛮开心的那天。我看他们每天晚上就吃完饭之后，在我们家附近散步，也散得蛮有乐趣的。反正这个跑得挺远的，我们从来没去过的什么地铁站也去到了，然后告诉我们后面有一些地方好像看上去都是经济适用房之类的，什么哪里有这个演唱会大台啊，我觉得他们走得还挺远的。OK， 好，第3个部分来。我们回顾一下，在过程中发生一些什么好玩有趣的，他们的那些在我们看去怎么会这样讲的这些言论有吗？这个太多了，来讲给我们听一下。我印象最深刻，我妈在刚一开始几天，突然之间在车上问了一个很神奇的问题，说：“我们的国庆节他们这里放假吗？”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说什么？他说：“我们的10月1号国庆长假，这里放假吗？”我记得我跟他们说，人家已经放过了。我就给他怼了一下，我说：“你这个思维很奇怪嘛，你这个。”我们中国的国庆节为什么人家要放假？然后我妈就被冒犯到了。我妈说：“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是什么态度啊？是吧？对的，就是我真的是镇住了。我没想到我妈是这种宇宙中心是中国的这种概念，就是中国的国庆节这里要放假，因为吴wilson在旁边，他也是这个反应。我们两个对视了一下，吴wilson两个瞳孔放得很大，说为什么中国放假，这里要放假？是，你爸也有一些奇葩暴论人家说，马来西亚有军队嘛？你爸应该还是见识蛮广的但是大家知道，长期70年都生活在中国，他确实不太懂，不太了解因为比方他暗含的意思就是说，国家比较小呢，这个有些国家是就通过一些联防，他就没有自己的军队。我说有，战斗力还很强呢。新加坡有军队啊，对吧？这都很正常的事。第二个问题呢，他说，马来西亚有制造业。有，早就有了人家英特尔来了50年了人家这个什么橡胶家具都很有名，你还说手套啊这些，对吧？对的，我在说手套、家具、木材。我就觉得幸亏我们还有点知识储备我们这做新闻如果我们是一般的生活在这里，你这些还不一定讲得出来。我也觉得很 ridiculous。我觉得他就是像以前，因为我老爸是做领导做了很多年嘛，也是那种领导的什么。要视察基层这种问的都是些 high level 的问题，但是其实也说明他完全是没有知识的。OK， 这个也很好玩，对吧？对的。来，再讲一个第4个部分吧。他们最后共同认同的他们觉得大马好的地方是什么？因为不好的我们也没问嘛，对吧？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觉得马来西亚有什么好，因为他们对马来西亚一直非常谨慎，没有发表什么反馈。对，这个观众我也不敢问，你知道吗？我觉得很玻璃心。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大马的马圈嘛，我很怕他们是不是说一些对那个马来西亚不好的东西。但我跟你说，我听到了，就是最后一天我们有一点变化他们就也讲到很多自己的过往什么，最后开始就讲到了，我听到了，我总结了一下。第一呢，他们还是共同认可的，在这里会吃得很好，很舒服，对吧？第二呢，对你妈特别有效，就是她说她睡觉特别好，但在中国睡眠不太好。我妈要长期吃安眠药，然后我妈妈排泄也不太好，但是她说这2个事情在马来西亚都神奇的。吃得好，拉得好。对。哇，这个以前牛妈妈说人生有3好，你妈一下子达到2好了。对，但反过来我爸就是我爸可能睡得还不错，但是他的那个排泄有问题。还有一点他们互相认可的，什么？大马观众都不会想到的。什么？他们都觉得可以过来避暑。对，他天气很凉快。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良都，因为这个梗就是我爸我妈来这边之前，我妈花了很贵的那个团费跟我妈人均1天1000对，然后去中国的贵州，很穷的一个避暑的地方，相对比较经济差一点的不发达的那个地方。然后我爸就一路在吐槽说什么良都跟上海没有差多少，热得要死。然后说里面吃的又不满意，说6天的行程里面只有1顿是稍微吃的像样，就是吃的什么方便面之类的东西。反正我听到了，然后我还讽刺他们，我说你这有1天1000块的标准来，马来西亚都绰绰有余对啊，还有剩包括机票什么都够了，对吧？是的，所以这一点他们也认可。我说热呢，是因为上海这最近也很热，你妈想到要马上要回去了，他又 emo 了这2天又是34、5度大家知道吗？我妈说，就今年上海特别的热，她说她感觉活了已经70多岁了，就是感觉到是热的，让她有点抑郁了，所以她想要逃到那个贵州去避暑。我发现你妈平时不会有这么多抱怨的，她那种讲到热的时候是那种咬牙切齿、生理性的，是真的想逃的这种感觉。对的。她说明年如果再这样热，我甚至于不管你爸想不想陪他出去旅游，他都要自己找一个地方去避暑了。我就想给他来办一个第2家园疫情吧，但是我每次说这个，他们2个都不睬我，没有搭理我。我随便你们吧。我觉得他要真的来疫情，他住超过1个月，我肯定要疯掉。还是旅游签证有30天限制也不错，拜拜。好吧，那我们讲一点深入的，答应过大家要讲一点真实的相对暗黑一点的。我觉得呢，我们有过一些心态上的变化。其实他们来之前，我是很害怕的，我也很 emo 的。为什么？其实第2周的时候，你都甚至于有这种感受。我们在高尔夫球场聊的时候，就因为跟我爸妈自从疫情之后，我对中国的政策很多不满，就没有办法跟他们去谈得来。我爸我妈就指责我是不知道看 positive 的这一面。然后我想到我们自己家里面也有亲人是因为 COVID 这样去世的，然后被得不到很有效的救治。我真的是不明白他们这种感恩戴德心态是什么，所以从 COVID 的时候就没有跟他们有过任何深入交心的这些谈话吧。包括后来来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决定也是只是通知他们，对吧？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吧。你们心里都有个结，其实。对的，所以每次回上海也没有什么很开心的深入的交流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避而不谈一些问题嘛。是，其实就是我们玩的
是很愉快的。中间呢，其实我的这个感受在往下走。不过等到最后，哎呦，他们临别的时候，我觉得你爸也终于过了3年到大马来看过了，这个结应该算是基本上解开了。什么结不结的问题？我跟他就是想来，他又很要面子，然后说我不要了，不要来。我跟他之间平时并不会去交流什么嘛，然后就他快过生日了，我妈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你这能不能趁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请我妈来玩，我妈说你能不能也请她？她说她来不来是她的事情。哎呦，这一趴讲的我要哭了。我早就 get 到了，肯定是我爸想来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然后我是非常不情不愿，我是斗争了2天，我答应我妈说好，那我跟她就是请一下。我心里面还想最好我爸不要同意，谁想到我爸立刻马上就同意了，真的是心里面非常 emo 的。我也在担心的呢，是因为他们呢就是有很多的要求，然后呢你跟你父母的这个节呢，我又担心会相处的不好，你知道吗？所以我会有些担心。那么中间为什么玩得很开心啊？但这个感受是往下走呢？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第2条，还是自己过比较好。因为我是真实的近距离的又跟他们生活在一起2周呢，我可以感受到啊，尤其是你的父亲啊，他身上的各种习惯啊，其实是非常，或者说规矩吧，规矩这两字比较。你终于知道，我可是在他身上受了很多年了。我知道他那种规矩多到他们一天到晚贬低我妈 gaslighting 我妈。我有一天跟我妈很认真的说，我说你考虑一下，你还是跟他离婚吧。我说这个样子真受不了，怎么能够这个样子？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觉得你做的不好。对，我就在他们这个生活，他们在讲的过程中啊，我就深刻的体会到你从小怎么样的，就会是相对对你感同身受。我是感觉我也继承我爸身上很多的影子，我是觉得很对不起。这个此言也不假，真的是。那早上起来啊，我跟大家举例啊，比方说他爸就有各种各样的规矩啊，他妈做什么就说，哎，这个是怎么这样做的啊？说这个东西没有放好，哎呀，你看你这个东西又浪费了。然后呢，我这个肉都不能吃啊，早上不能吃肉啊，晚上不能吃很多啊，还有什么？我在刷看，反正好多规矩。我妈身上各种的问题，我妈她有一些慢性病什么，这也是可以人身攻击的地方。甚至我小时候在家里面，我妈的籍贯，我妈是江苏苏北这边的，我爷爷奶奶是苏北这边的过来，就这种东西也可以攻击她，而且骂得非常恶毒。然后就现在是恶毒的东西少一点，但是就天天不停的讲，连 Wilson 都看不下去哦。对，Wilson 一直在帮你。对，其实这个是他们这一代啊，男性作为家里的这个所谓顶梁柱吧，主导的一个人，经常有的问题。所以我在身上有好多的反思啊，我觉得很多家务也从来不做的。他们不代表所有的这个中国人啊，肯定是这样的，也不代表所有的老年人。但是从我们自己身上看到，还有我们自己总归有东西可以改进的嘛。我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人啊，不说很多啊，就说像你父亲这样的人呢，他是通过规矩啊，就说哎，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我一定要这样来做，来得到自己的一种合法性，就是在规矩中他树立他的权威的。他可能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不要很多的规矩，因为他比方说对你妈、对你、对现在 Wilson， 凡是做事就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子才对，就好多。你看他的个性不就求稳吗？就是什么，人家是富贵险中求，他是富贵，他也不要富贵，他就太平稳中求就可以。他也没有大富大贵，但是搞了一身这个领导的脾气，然后每个人都要听他讲，非常非常的保守，非常非常的传统。这个就是我跟他们相处我受到的一些启示。当然我们都这个尊崇他啊，他爱吃这个不爱吃这个，就都听他的。不过我自己在观察这个事情，我第2个一个体会呢，就是我们要与人啊有适当的相处。如果说有些我们讨厌的人是叫没有边界感，什么都说哎一花你来帮我弄一下啊，我要麻烦你搞什么，这种叫没有边界感的，他是有一种反向的没有边界感。他会觉得说，哎，比方他有一次提到说，我听说马来西亚的这个粉红清真寺是在哪里很好玩。哎，我说离我家不远啊，就在布城啊，明天带你去看一下。他马上就说不要。然后早上说去吃个东西啊，不要，然后什么东西不要我就搞不懂。那如果出来什么都不要，回到家每天都是吃面包是一样的，然后也不出门，那这个旅游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就喜欢这样，他从来就是不喜欢旅游。我小时候我们出去旅游，他也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啊？他不爱旅游的人，但来这边已经勉为其难，所以他 staycation 最好。就我觉得呢，就说要跟人有适当的互动啊，该要就要，那么跟别人可以发生一些非常良性的你来我去。如果他只是一味的拒绝别人，那别人也会觉得很难做嘛。这个也是我自己告诫自己吧。我觉得，讲到这个，我想起来他还有一点啊，有可能接近于表扬大马了，他们的这个感受。就你爸去看了粉红清真寺，旁边不是有一个首相的办公的地方嘛？他说，我发现很有意思啊，这个政府办公的楼，你看小的。
建筑呢也是质量不错的，但是呢很紧凑的感觉，密度很紧的。哇，清真寺很庞大很豪华，他有讲到这个吗？那你趁机马上就说了，大马的政府就是说官员要相对清廉啊这些。我说人家你去看人家办公室，好久不像我们上海这么繁华，怎么不是这么的富丽堂皇。我说人家都是脏脏旧旧破破的啊，这个是真的。我觉得那个我去过几个，除了外交部感觉还你讲的不是首相署嘛，就是我们去 JDJ 啊那些，政府办事部门真的比起啊，你这些什么酒店了、餐厅了，这个装潢都不好比的。我说人家政府就把这些钱用在他们该用的地方，这不是挺好的吗？你反思一下，我说我们中国各个的这个政府部门搞得像白宫一样的，造那么好，台阶那么高，我说这有什么用啦？我也讲了，我说政府的钱都是要省的嘛，对，怎么能乱用呢？对吧？当然我们也是到这里才懂。对，我觉得你还有吗？没了。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最多的可能就是我觉得他们不懂反思吧，就是他们有不懂反思，可能分2个方面。他既不懂反思说在中国他受到的很多那种强制的就是灌输性的所谓的爱党爱国，就是党国一体啊这种东西，他认为说一叶障目，觉得他自己就是最好，就是这个国家是最好，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好，就是他带着这个思维去看其他的世界，他不会看到别人国家的这些闪光点，然后他也不愿意去承认说其实跳脱了上海的话我们也可以过得非常好，就是他不愿意去承认的。对，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他不愿意去反思这个东西，我当然是非常能够理解了。当然我说现在是通过这次啊，我是能够理解他，因为如果是要去反思的话，可能就是破坏了他70多年来的这个信仰了。对的，这个想跟大家分享的2个感受也是类似的。我们不说一开始很害怕，然后中间看到互相习惯不同啊，这个真正深刻体会，最后为什么解了这个结，顿悟反转，发生在最后一天，是我们会员群里有朋友，不是会员群，就是我们那个观众群有朋友问说，你父母是否感觉我们的这街景跟他们小时候很像？对，我们就跟他聊起了，他说小时候连灯啊都只有白炽灯啊，什么都没有。不，他说白炽灯还是要过年过节才插上去几个小时给大家看一看，暗暗的，什么彩灯什么一律没有，一点都不像他们觉得。对，然后我爸就回忆了很多非常艰苦，这个此处反正也没什么共鸣，反正我就省略。但是他的结论很有意思，他说哎呦，现在想想以前的这种苦日子哦，真的是很珍贵的，很值得的，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珍惜啊。我惊到了下巴，因为我们俩经常聊没苦硬吃的话题。就我觉得就是说那一趴我不能认同他，完全不认同，本来想怼他，但是我觉得说没什么好怼的，就是他因为太苦了，所以现在有一点点甜，他就甘之如饴啊，就特别格外珍惜啊。他享受他的生活，那还是很好，他觉得他生活满足，那应该是一个好的状态嘛。我跟你一样的，我根本是没有想怼他，但是我这时候又一次，其实以前是知道的，但是又一次真实的把他们看到的身上的习惯，以及原来是这个时代塑造了他们身上的这个习惯和思考，他们的这个 idea 价值观都是很多是因为这个时代来塑造的，对，进一步的确认了，所以跑到最后有一个领悟的过程，这也是让我觉得哇，这个旅行啊还是挺好的。那我就看到了说 OK， 父母有父母的这个生活，相处一下很好，但是呢还是要各自过各自的会比较好。对，我说的第2点不会反思，就是他不会反思自己身上做错的一些事情，因为有尝试啊，大家都说要给他听一下 YouTube， 我给他尝试听了1集，我很害怕你居然让他们听 YouTube 当然听了1集半，其实有1集是讲到中国那个非常恐怖的那个网瘾治疗，就是反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隐喻，我觉得跟我们国家受到的对全民的这种控制是一模一样的。那个网瘾学校里面搞的那种电击治疗，然后感恩的那种教育就是一模一样的。我爸妈听了是全程是冷漠的，无感的。没有任何 comment， 然后不谈这个事情。对，然后后面又讲到一些，我说他们小时候对我一些物质上那种刻意的控制啊，包括说给我的一些表妹、表姐、表弟啦买了好多新衣服，我从来都轮不上穿的。他们是否认。对，一个否认。第2个，他们就会说，他说你要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因为家里面什么上山下乡，他们觉得说好像因为以前他们的什么哥哥啦，然后什么弟弟啦，吃亏了，带他们去了这个所谓的上山下乡插队，他们可以留在城市，他们觉得很愧疚。我心里面想，你愧疚，为什么要把你的愧疚直根在我身上？你对最正常对我这个子女的这种衣食住行，你都已经是压缩到抠门，就是装穷哭穷，然后对着他们就是你可以说你是感恩，可是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理解你的这个东西？你这些所谓对兄长们的这些愧疚，已经远远超越了 surpass 了你对自己子女的这些关爱。对，就他有一种缺乏的 common sense， 不觉得说对自己 OK 第一位，对自己的小孩第二位，然后呢对整个社会和对家庭的一些道德约束再放到外面，他会觉得那个是我该做的，我把它放到很前面，自己和自己小孩是可以被牺牲的。大家价值观的排序是不一样嘛。讲难听点，当时也不是他们让他们的兄弟姐妹去插队的，是他们家庭的决定，说这个子女就是让他去插队。就这些东西，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义正辞严的，然后他自己做父母的这个职责的亏，从来不知道去这样去反思，包括到现在他也是这样，会对 Wilson 会讲一些什么给你打耳光啦，什么这种话。就这种就没有意义啊，真的没有意义啊。那我们还是强调一下或者叠加，我们并不想要改变或者指责这个父母，我们讲的是自己的感受和对自己的一个行为的影响嘛。我就来总结一下，我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像你妈是挺好奇的一个人，她以前来过一次马来西亚嘛，那她是本来是有好奇的，然后到这一次呢，有些好的东西她终于说出来，她走向一点点的称赞，对别人的称赞，这是第二步。那你父亲完全是不了解的，他这回看了很多，他已经有一些好奇在这里了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那对我们自己来说呢，我们走到的是可能后面一步，我们来了以后更多的是对自我的一种批评，你要从好奇到对别人称赞，走向对自我的批评，最后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4步吧，我把它称为叫谦逊的4步。所谓谦逊，就是要保持好奇，能够称赞别人，能够批评自己，就会有一些落实到行为上的改变。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看到未来如何处事这个如何对自己做一些反思你觉得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我要加一点，我觉得就是你觉得别人越了边界的，然后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你还是要 speak up， 然后甚至就是说你要主动去远离这些给你带来负能量的人。我印象很深，我妈很喜欢在我的面前就是讲一些别人的孩子，或者在我爸面前讲一些别人的老公什么事情。我那天听得很不舒服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我说你不要总是讲这些事情，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公，虽然你总是说你一点都不羡慕，可是我们听出来就感觉你是在戳我们，希望我们像他们一样，对吧？然后我妈这句话给我说了之后，她就真的是后面就没有再说了。那很好啊。对啊，所以我就说我要 speak up，不是他这个没有界限的时候，他让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也要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我让他停止这些。OK， 这个因为对你就每个人不一样对我倒是没有这样的问题。好，总之来你来总结一下这次旅行吧，帮我们就吃的挺多，就我觉得把自己日子过好才是第一位的。而且我爸妈也不是那种希望我长期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他们也知道大家那个这个文化相差，然后生活习惯价值观相差太大了。而且我爸我妈他们很早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愿意就是希望将来不要麻烦我养老，他们自己会安排自己去养老院之类的。我觉得那传统的所谓的孝道，什么要陪在父母身边的话，当然他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肯定是会去。但是现在这个样子，大家保持自己生活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也是很感恩的。就是对，包括我，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是他们对我的正向的影响，因为我也是这样想，我将来不要给我的小孩。我们也跟小孩这样说，我们自己过好自己，对吧？不要用这个东西来拿到很大的负担对吧？OK， 哇。我就是想起来，我们州都去了很多我们不同的地方，像我们在吉隆坡、布城，然后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没去，这么近竟然没去，就可惜没去马六甲。OK， 跟大家分享有什么 comment 批评没问题只要有你的理由，来 ，OK， 拜拜拜拜拜拜。大家如果被我们讲饿了怎么办？你给我做个广告吧，朋友们。如果你非常在意健康你希望吃的好一点补充一些元气，他会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也是在这一次用我们欧卡给我爸妈露了2手嘛？我爸对我们的嫩鸡胸我们的舒肥嫩鸡胸得到了我爸的赞誉。我爸老爸作为一个牙口不好又比较爱吃鸡的人，牙口不好的人连蔬菜都很难吃，他居然说我们鸡胸是嫩的。我们这样一个小白的女婿竟然可以几分钟之内就搞出一道，我觉得这真的是不错希望大家支持，也加入我们的会员来多看一些加入我们的会员多看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心里话。Thank you， 拜拜。